Rich， 你之前提示过大家美股会进入熊市，大家真的因为这样而避开了那场的大跌。那现在美股已经反弹了这么多了，是不是熊市已经结束了呢？那我们应该保持观望，还是进去捞底呢？那到底现在应该买入还是观望呢？那在今天的视频我会讲解这个话题，大家记得看到最后哦。在了解这个答案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就是当时候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反弹。在几个星期之前，我记得市场的气氛是非常恐慌的，大家也是非常害怕特朗普一系列的关税政策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而我在那个星期之前已经是拍摄了一个视频，并且也是提醒大家要避开这次的熊市。我们在那个时候除了套现一些股票获利离场之外，还做空了一些弱势股做一些对冲。而直到4月7号的时候，我也是把我的空仓全部获利离场。我也在这一段的反弹浪当中捕捉到一些强势的股票。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4月7号那个星期美股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反弹。那当然其实我也是事先看到了它在那个位置呢有一些关键的支持，并且我也在社群当中有分享过，在那个位置呢是一个非常高直播率的支持位，就算你不去买股票的话，也要把你手上的空仓平掉。那第一个支持位呢，就是无论是纳斯达克还是标普500，其实当时候股价已经是调整到了接近200周线的移动平均线支持位，而这条200周线的移动平均线在过去的10多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持位。很多时候指数到了这个支持位之后呢，都会略有反应，甚至是马上有一个反弹。而第二点呢，200周的移动平均线和3点支撑的趋势线，这两个技术的支撑几乎在同一个位置重叠了。当时候标普500在经历了连续几个月的下跌之后，终于在200周线附近止跌。你可以想象200周线是一个大的支撑，很多长线的投资者呢在这里是非常关注它的。而所谓的3点支撑线，也就是近期3个低点所形成的上升趋势线，在那个位置呢有另外一批的投资者关注这个所谓的支持位。所以一旦两个大的支持位同时重叠，这也会导致市场上很多的人都会关注这个支持位。而最终在那个星期美股也是出现了一个绝地的反弹。另外我也观察到在那个星期标普500的周线图的 RSI 已经是到了30以下，那周线图的 RSI 在30以下的次数很少，而一般到了30以下呢，也是往往预示着极度超卖的情况，后续的走势很大概率会有一个反弹。所以虽然在那个时候市场是非常恐慌的，但是结合技术分析来看的话，其实种种的因素都是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呢是有非常高的直播率去进场买入。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算我没有去买入，我也要把我手上的空仓停掉。哦，原来200周线是这么重要的。那再加上特朗普宣布暂停关税90天，难怪美股涨了这么多哦。那现在是买入的机会吗？那虽然这几个星期都涨了很多，看上去情况是有改善，但如果我们长远来看的话，其实指数目前还是在200天线和50天线这些关键的支持位下方。同时间在过去几天也是出现了一种死亡交叉的信号，50天线跌破了200天线，也是一个中长期趋势向下的信号。所以现在的市况呢是非常复杂的。而对于现在的市况，我有5个字来总结，就是乐观的谨慎。一方面呢，现在的市况确实有了一个改善，很多的强势股票都有涨势，并且走势都是蛮好的。特朗普在谈判那一方面也确实有让步的空间，他其实也是愿意去谈判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指数依然在关键的阻力之下，到底指数能不能继续突破这些阻力，从熊市转到牛市，还是到阻力之后无以为继继续下跌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关注的点。所以在接下来我会分享我会做的几个策略。首先我会做的就是观察强势股票，例如在最近这波反弹当中，我是事先的观察到并且捕捉到 Palantir 它是一个强势股票，并且呢在之前反弹的时候已经是事先的买入，所以呢现在也有一个非常可观的回报。 Rich， 你讲了那么多强势股，那什么是强势股呢？你又如何去捕捉到的呢？强势股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在涨的时候它会比大势涨得更多一点。比如说大盘涨1%，可能这些强势股呢它能够涨2%，甚至5%、10%。但如果大势是跌的话，这些强势股呢通常都会表现出一个抗跌的表现，甚至是能够逆势上涨的。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机构投资者他们看好这家公司，可能是看好它的基本面，又或者是他看好这家公司之后的股价会继续涨上去。但如果之后才买的话就太贵了，他不如趁现在市况调整的时候，趁这只股票很便宜的时候去买入。所以呢你会看到有资金流入，从而表现出一个抗跌的表现。不如我问一下爱丽丝，你觉得现在市场最关心的是什么话题呢？应该是特朗普的心情吧。确实是的。前一天特朗普说加关税，后一天他就说不加关税了。彈出彈入和打我一巴。好啊！
所以呢，市场是非常关注它的表态，而背后更加关键的是关税的政策。所以我的选股的策略呢，就是寻找它是强势股的同时，它的业务是不受关税战的影响。当指数涨的时候，这些强势股呢能够成为领头羊，能够涨得更多更快。而当指数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强势股，它的表现是相对抗跌的，而且它的业务是最好不受关税战的影响，就算关税战打起来了，它依然能够赚钱。比如 Planitia， 因为 Planitia 它首先呈现出一个拥有强势股特征的股票，大盘下跌的时候表现相对抗跌，大盘反弹的时候，它是率先的突破所有的移动平均线之上，并且拥有一个很强的 RS。而同时间呢，它也是符合我刚才的选股逻辑，它的业务呢是不受关税战的影响的，因为它主要做的是软体的平台以及人工智慧的数据分析，不像那些需要进口零件、依赖实体供应链的制造商和电子产品的公司。那你想象一下，就算以后要打关税战了，作为 Planitia 客户的军方和政府，它依然也要用它的人工智慧数据分析。作为一家大企业，你依然需要用到它的人工分析的平台，不然的话，你的工作效率或者是赚钱的效率没有那么高。另外，我观察到有一个板块在最近反弹的非常强劲，就是网络安全。在这个板块里面，有很多的股票都表现出一个强势股票的表现，比如 FTNT、CYBR 或者是 RBLK 等等的股票，它们都是在大盘最近反弹的时候跑赢大盘，并且是率先的突破所有的移动平均线之上，并且也拥有一个高的 RS。当然，这个板块它们也是属于刚才我说的不受关税影响的板块。你想象一下，关税战打起来了，你的公司依然是需要投放一笔资金在网络安全这个板块里面，所以你都可以看到这些股票相对抗跌，并且是在涨的时候跑赢大盘的。而我也在过去捕捉到这个板块当中最强势的 CrowdStrike， 在短短的1个月之内也获得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回报。那另外我也套用了我这一套选股的逻辑，在这段时间找了很多的强势股票，例如 Netflix、Duolingo 等等等等。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 APP 里面看。那除了强势股之外，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做好风险管理。毕竟现在到底熊市过了没有，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清晰。如果万一股市反弹失败之后再有一个下跌的话，而你是盲目的乐观，这样你就会损失严重。所以我刚才说到，我们要乐观的谨慎，乐观只是一部分，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也要保持谨慎。所以我们现在也并不是非常进取的去买股票，而是一步一步的来。第一步顺利了，我们第二步就做进取一点，第三步再进取一点，而不是一步 all in 到底。专业和业余的投资者，他们之间的分水岭其实就在于风险管理。投资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如果你急于求成，太过于关注短期的利润，但是你忽视了风险，一旦你看错了机会，你就会错失再一次进场的机会。就像特朗普讲的那一句 You have no cards。 那除了做好风险管理和关注强势股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因为在2025年是一个投资非常艰辛的一年，现在的市况非常波动，你要非常的贴近市况，而同时间现在也是最好的时机去寻找强势股票。如果你对我这套捕捉强势股的方法以及辨认牛熊周期的方法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下面的知识栏了解更多。那总结一下今天的影片，在这么波动的市况之下，我们应该重点寻找强势股，并且做好风险的管理。最重要的还是投资自己的脑袋。那我们下次再见。